当我还是个小朋友，在学校里面上音乐课的时候，音乐老师都会教我们：小朋友，什么是大调呢？什么是小调呢？来，大调就是听起来很快乐的哟，小调呢就是听起来很悲伤的哟。这次记得了吗？记得。好啦，其实我的音乐老师并没有直接这样子教，但是我自从小时候以来就不知道为什么一直觉得这是一件很理所当然的事情。大调听起来就是比较开心啊，小调听起来就是比较难过啊，这样子有什么问题？但是当我长大了，认识了一些心思细腻的作曲家，比如说舒曼之后，我就发现，原来大人的世界真的比较复杂一点点。在他的音乐里，我们常常会发现，即使有些曲子是用大调写成的，但里面的情感却非常的复杂，就像是一个人的脸上在笑，但是眼角里却带着眼泪。那他是快乐的还是悲伤的呢？最好的例子就是他的一首歌曲，叫做《孤寂的泪水表示什么》。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来看看舒曼如何告诉我们：笑着哭最痛。这一集里面我们听到的音乐是由日本的声乐家 Keiko Obai 以及钢琴家 Mizuko Uchida 授权让我们使用他们演出的录影。孤寂的泪水表示什么？这首歌是舒曼的艺术歌曲集《淘金娘》里面的其中一首，歌词是取自海涅的诗。这首诗总共会分成4段，内容是这样的。简单来说，就是在描述泪水的一首诗。我们可以在里面反复听到2种情绪：快乐跟悲伤。所以这首诗究竟是什么样的情绪呢？它是悲伤的呢，还是快乐的呢？还是两者皆是呢？想想看，如果你是作曲家，你会怎么帮这首诗谱曲呢？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解读，不同作曲家也有不同的解读。有些其他作曲家，比如说跟舒曼同一时期、同样擅长写艺术歌曲的 Robert Franz， 就也帮这首诗谱过曲。他是用沉重的小调想要营造出悲伤的气氛，但是我觉得就没有像舒曼的版本一样的感人。如果我们仔细听听舒曼的版本，你就能理解为什么人们总是说舒曼是一个非常纤细敏感的人。同样的诗词，在他的手中创造出来的是更变化多端的情绪。原因不只是因为舒曼是个很棒的作曲家，也是因为他同时也是个很棒的诗人。首先，这首歌并不是用小调写成的，而反而是用比较明亮的大调写成的，所以它听起来会很快乐吗？我们来听听看。听完了第一段歌词的内容，我觉得他说快乐也不是，但说悲伤，好像也不全然。他们是一种更复杂的情感，但是真正感人的还在后头。舒曼用音乐细腻的刻画了第2段跟第3段的歌词，请你注意听听他待会唱到悲伤以及快乐这2个字的时候的音乐。我们先来听听看第2段。在第2段里，虽然歌词中出现了2种情绪，悲伤跟快乐，
但是音乐却是只强调了快乐这个字。为什么呢？为什么是强调快乐呢？等一下我们再来解答。我们先接下去听听看第3段的歌词。第3段同样会出现这2种情绪，但是诗人海涅却故意把悲伤以及快乐的顺序对调过来，变成了快乐以及悲伤。这样子做又有什么目的呢？我们继续听听看音乐就会知道了。在海涅把这2种情绪对调之后，舒曼也很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件事情，所以这一次他不是强调快乐这个字，而是强调悲伤这个字，而且还用了一个非常揪心的和弦去强调它。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在第2段里面，他强调快乐的时候用的是这个和声。但是到了第3段，他强调悲伤的时候，用的却是这个和声。听起来更纠结，更让人心碎。所以这2次分别强调不同的字，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我们来看看这2个字后面接的歌词，他们分别都说了些什么。在第2段的快乐这个字后面接的是消逝在夜晚与风之中，在第3段的悲伤这个字后面接的是微笑着进入心中。因此快乐消逝了，悲伤却留了下来。这首诗中隐含的那种难以言喻的情绪，被这位纤细敏感的作曲家巧妙地用音乐描绘了出来。舒曼用音乐做了这样子的强调，能不能说他是超译了海涅的诗词呢？我觉得也不是。在任何语言的文学里，放在诗词句子的最后一个字，无论是在韵律上还是在情感上，本来就会被特别强调。舒曼只是很敏锐地发现了这件事情，并且很美妙地用音乐把它给凸显了出来。真正敏锐的诗人都知道，人类的情感并不能简单粗暴地划分为快乐或是悲伤这2种，而是常常混杂，处在一个非常微妙的状况。就像是皮克斯的动画《脑筋急转弯 Inside Out》里面说的故事就是这样。这种处于模糊地带的情绪，就是艺术之所以为艺术的地方了。这首歌虽然看似是在明亮的大调上，但是里面的情绪却错综无比，就像是微笑中带有着眼泪。而这也是最让人不舍之处了，因为笑着哭总是最痛的。影片的最后，我们就再来完整的听一次这首歌吧。我们就在音乐结束之后，下次见。